小姐，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啊？我和殿下之间的事，我不能说也没法说，现在没有时间多说了。素子，你得帮我。格勒可汗应该还在京中，你帮我去当驿馆，把这封信交给他。格勒可汗，素子，只有你能帮我了，切记一定要把信送到，千万不要被别人发现了。好，我知道了，小姐放心。快去吧。若儿，皇兄，你今天看起来气色好多了。你不是说你会守着珍珠寸步都不离的吗？你这是从哪儿回来呀？皇兄，你放心，嫂嫂她这2天也想通了很多，不会再一声不响就走掉了。她说想吃城郊的酥油点心，府里的下人又找不到地方，所以让我去买一些回来。你看，珍珠从来都不喜欢这种太油腻的点心，为什么突然让你去买这些啊？可嫂嫂说她最喜欢吃了。啊，皇兄，皇兄！珍珠，莫言大哥，我收到你的书信，你让我今日悄悄过来，这是为何？莫言大哥，你曾经说过，无论珍珠有任何事情，都可以求你帮忙，是吗？当然。哪怕这件事情会影响到你和殿下的兄弟情谊呢？怎么了？为什么这么说？我想请你帮我离开王府。到底怎么回事？有些事情不是我不愿意它就不会发生的。总之，我现在就是想要离开殿下，离开长安。到底是为什么？难道不给殿下一个交代吗？我知道这件事情有些强人所难，可是梅园大哥，我现在无人可求。至于为什么，秦叔珍珠无法告诉你，但请莫言大哥相信，珍珠此举是为了殿下好。珍珠今日必须离开，若走不得，唯有一死。请莫言大哥不要问，不要劝，但求成全。哎，珍珠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好，我既答应过你，任何事我都可以帮你。参见殿下，郡主。莫言大哥，对不起。哎，珍珠，珍珠，你嫂嫂，珍珠，你到底在干什么？你别告诉我你故意支开若儿，就是为了与他在这里私会。贤弟，我既然我已经跟你和离，那我做任何事情都与你无关。而且我已经决定了，我要和莫言大哥一起回大漠，那里天宽地广，那才是我一直想要过的生活。珍珠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怎么，这还不够明白吗？你别告诉我，你要跟我和离，都是因为大哥。沈珍珠，你当本王是傻子吗？事已至此，随你信不信。我话早已经说明，你却一直罔顾我的意愿。殿下，我早已被你的皇室，被你所谓的天下和责任囚困得太久了，我累了，我不想再困在这样的天地里。这么多年，我一直迁就你，配合你所有的一切，但你可曾想过我的感受吗？你口口声声地说爱我，其实你不过是想在这份爱里找到一份安宁罢了。
但我却为此牺牲了我的安宁。既然今日全都挑破了，殿下，请你放手。你给不了我想要的生活，但是有人能给。请你放我走吧，莫言大哥，带我走。大哥，我不信，你现在就把事实如实的告诉我，否则今日谁也别想走出这个院门。贤弟，珍珠若想离开，你为何不从自己身上找找原因？大哥，我一直视你为知己好友，你却跟我说这样的话。想要带走本王的人，必须要给本王一个交代。贤弟错了，珍珠不是谁的人，也不是谁的附庸，他有权决定自己的去留。我错了，你私闯王府，还要带走珍珠，却处处说本王错了。好，今日本王就错到底了，今日谁都别想走。殿下，皇兄，贤弟，冷静，冷静，少废话，拔出你的剑，今日我们必须正大光明的斗一场。放心，我不会伤他。无需相让，拔剑！今日你若收在我的剑下，带走珍珠之事，从此不要再提了。贤弟，为兄无意与贤弟相争，况且今日无论胜败如何，都左右不了珍珠的决定。皇兄，陛下，出事了。怎么了？楚王与回纥可汗在楚王府大动干戈。啊！依臣妾看，臣妾还是亲自陪陛下去楚王府一趟，莫要出了什么大事才好。替朕更衣，摆驾。你们快把剑放下！皇兄不要再打了！皇兄，你冷静一点，他可是回纥的可汗呢。殿下，退下！殿下，滚！是。哎，贤弟身体虚弱，不要勉强。为兄不想与兄弟刀刃相见。兄弟，事到如今，我们还称得上是兄弟？
陛下驾到！儿臣参见父皇。幕后，你们是在干什么？啊？你们这是在干什么？回父皇，儿臣只不过跟格勒可汗比试武艺。比武？你们这比武的阵势还真大。看看这满院带兵器的侍卫。回父皇母后，严大人和这些侍卫只是来助兴的。哦，本宫倒是忘了，珍珠啊，这是你的内宅。哎，奇怪了，可汗一个外人，怎么会到珍珠你的内宅来？不会是珍珠在夜里跟可汗私会，被处儿撞见了？难怪你们两个要比武。皇后，你什么意思？陛下，我早就听说，在洛阳行宫的时候，楚王妃就在内宅与可汗私会。这半夜三更的，孤男寡女，可汗还给楚王妃放烟花呢。这种流言，早就传得满天飞了。沈珍珠，确有此事吗？回话。也许可汗是一片好心，今天又来给珍珠送烟花，也未可知。沈珍珠啊，沈珍珠，我待你不薄吧？朕是对你寄予厚望的。可是而今你却做了有辱皇家尊严的事情，你让我们李氏家族颜面往哪儿放？司徒是什么罪？你应该清楚。来人，在。先把他押起来。父皇且慢，珍珠她并自知死罪。父皇，父皇，你错怪嫂嫂了。有你什么事儿？回你寝宫歇息去。不，其实这件事情与儿臣大有相关。若儿，你一个女儿家还未出嫁，管这些事做什么？听你父皇的话，快快回宫。儿臣死罪。可汗会在此处，确实是与人暗通款曲。而与他私会之人，并非是嫂嫂，而是我。你，若儿，嫂嫂无需再替我遮掩。自当年，可汗将我从安庆绪手中救回，我便对可汗暗自钟情，立意以身相许，所以才找了个理由，托嫂嫂帮忙替我约了可汗在此一见。但其中真正缘由，嫂嫂也不知晓。皇兄时才发现，为了护我名声，才与葛勒可汗起了冲突。这一切都是若儿的错。一派胡言！你若与可汗相见，就大大方方的，还用得着这么偷偷摸摸、鬼鬼祟祟的吗？女儿家的这些心事，岂能到处说去？若儿以前已经犯过这样的大错，如今已知道悔改。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陛下，此话绝不可信。可汗，我都已经承认了，你也无需再遮掩了。你快跟父皇解释清楚吧。
陛下，正如德宁郡主所说，其实我和郡主早已互生情愫，只是因为郡主是陛下最心爱的女儿，所以才一直未向陛下提及此事。真的没有想到啊！我这个最任性的小公主热儿，竟然能够深得可汗的赏识。如果说我大唐于回纥能结秦晋之好，我觉得也是我们大唐的一份荣耀。皇后，你意下如何？一国一家，臣妾都应该恭喜陛下。陛下，莫言绰请求迎娶德宁郡主为我回纥可贺敦，望陛下恩准。好，好事啊！赐婚，你旨：德宁郡主封为宁国公主，赐嫁回纥可汗，婚配。愿大唐和回纥世代邦交，百姓安宁永乐。谢父皇隆恩。谢陛下。起来吧，朕会择一个良辰吉日，让你们尽快的圆满完婚。嫂嫂之前问我与可汗之事，我还不承认，骗嫂嫂说如果撒谎就要远嫁异乡。看来真是不能轻易下许诺。不过今日远嫁回纥，是若儿心甘情愿的。若儿，嫂嫂无需再多说什么。好了，皇后，回宫吧。父皇，珍珠，珍珠还有一事请奏。还有何事？儿妾沈珍珠才德不淑，楚王王妃之位当之有愧，所以恳请和楚王殿下和离。真的没有想到啊！我这个最任性的小公主热儿，竟然能够深得可汗的赏识。如果说我大唐于回纥能结秦晋之好，我觉得也是我们大唐的一份荣耀。皇后，你意下如何？一国一家，臣妾都应该恭喜陛下。陛下，莫言绰请求迎娶德宁郡主为我回纥可贺敦，望陛下恩准。好，好事啊！
赐婚，你旨：德宁郡主封为宁国公主，赐嫁回纥可汗，婚配。愿大唐和回纥世代邦交，百姓安宁永乐。谢父皇隆恩。谢陛下。起来吧，朕会择一个良辰吉日，让你们尽快的圆满完婚。嫂嫂之前问我与可汗之事，我还不承认，骗嫂嫂说如果撒谎就要远嫁异乡。看来真是不能轻易下许诺。不过今日远嫁回纥，是若儿心甘情愿的。若儿，嫂嫂无需再多说什么。好了，皇后，回宫吧。父皇，珍珠，珍珠还有一事请奏。还有何事？儿妾沈珍珠才德不淑，楚王王妃之位当之有愧，所以恳请和楚王殿下和离。还望父皇恩准。嫂嫂你，沈珍珠，你在说什么？当初可是他违反朕意，一心要立你为王妃，而今你却提出要和他和离。你知道你说的是什么吗？珍珠知道，但是珍珠生性善妒，心中实在无法容忍殿下另立侧室，所以断不想再继续这样难受的生活。而且独孤敬瑶，无论家世、品貌、才能，都比我更适合做这个王妃。珍珠已经没有理由再待在这个王府了。只愿与楚王殿下缘断今生，勿复相见。好，也许你最后这句话说的还有一点道理，可是沈珍珠，我要提醒你，你自己提出和离，你可要想明白、想清楚了，你可不要后悔。珍珠绝不后悔。沈珍珠，你当真决绝？要与本王恩断情绝？你当初说的那些诺言，难道就是随口说说吗？本王的真心，本王的尊严，你就可以如此的轻贱吗？也罢，和离之事，朕准了。沈珍珠，自行写下和离书，离开王府。从今往后，你与我大唐皇室再无瓜葛。谢陛下恩准。若儿，随父皇回宫。嫂嫂，
终于遂了愿，可以离开本王。可本王要你记住，今日不是你要与本王和离，是本王要休了你。正好你也在场，来人呐，闭门伺候。殿下，那个女孩曾经许下诺言，除非遇到太湖救她的恩人，否则此生不嫁。但是东郎对我的好，珍珠并非不知道。我亦因东郎而动摇，又恨自己守不住初心。可是直到那天，在温泉我才发现，原来天涯海角要找的恩人，此刻就在眼前。你一直念念不忘，此生非他不嫁的男人，就是本王。东郎，东郎，你再也不要离开我了，好吗？我不会再离开你，我们永远都不要再分开。还有最后一件事，希望东郎答应我，请你一定要救出义儿。你已经不是王妃了，没有立场再要求本王做任何事。山一程，水一程，锦绣玲珑。梦一生。我不是以王妃的立场，而是以一个母亲的立场。东郎，东郎，住口！你还有什么资格敢唤本王的名字？严明，属下在。马上把沈珍珠带出府去。殿下，怎么，你想抗命不成？是。王妃，请吧。她已经不是王妃了，你乱叫什么？沈珍珠，申时之前，你跟本王离开这里，有多远走多远。本王不想再看到你。殿下，请让我最后一次
再叫你一声东郎，多保重。珍珠啊，你邀我来，让我帮你的忙，就是想要这样吗？你将事情做得这样绝，让他伤心至此，这真的是你所求吗？本来想做场戏，让若儿看到。没想到他自己亲眼看到，更没想到陛下也来了。不过这样也好，更干脆。这正是我所求。只是没想到，这样却连累了你和若儿。当时皇后处处挑拨。多亏了公主出此下策，若不是这样，恐怕你命早已休矣，我也难逃罪责。现在大家都平安无事，已是最好的结果。娘以后不能在你身边照顾你了，你一定要乖乖的听父王的话。这是娘亲手绣的，娘还没来得及给你做更多的东西，希望你不要怨娘。以后替娘好好的陪着你父王，希望你能健康快乐的长大。小姐，都收拾好了。素子，你这是做什么？素慈是小姐的丫鬟，无论如何都要和小姐在一起。叶儿还没有消息，你不管她了吗？你不能走，你要留下来。我担心叶儿。我每天都盼着能找到他，可是小姐，你出了王府之后就是一个人了，怎么可以没有我的照顾？叶儿比我更需要你，还有阔儿还年幼，他也需要你的照顾。素慈，你就当是为了我留下来吧。小姐，小姐，放手吧。事已至此，由不得我了。小姐，你不想报仇了吗？我相信东郎的能力，他一定会扳倒张皇后的，让张皇后受尽她应有的惩罚，就算是为沈家报仇了。
小姐，你真的不爱殿下了吗？素子，我把库儿托付给你了。我独孤景阳，一生绝不苟且。但这一次，谁能告诉我，到底是对还是错？莫言大哥，多谢送我到此。明天就到驿站了，我自己从驿站走吧。你一个人要去哪里？天大地大，只要离开这个地方，能平平静静地度过余生就好。跟我一起回大漠吧。大漠也有太多过往的回忆，我想忘记那一切，重新生活。珍珠，我知道你离开楚王并非你真心所想，到底是为什么？你现在还不愿意告诉我吗？请莫言大哥不要逼我。好，既然你不愿意说，那我就不多问了。只是天下这么乱，我实在放心不下你一个人在外。我知道莫言大哥担心我，可是如今你与入儿已经有了婚约，再带我回大漠的话，恐怕又毁你的清誉。我回纥何曾在意过这些流言蜚语？你和入儿的婚事，本来是大唐和回纥的关系好上加好的另一步。不要因为我让事情变得复杂。可是珍珠，莫言大哥不必再说了，我心意已决。珍珠打算回吴姓，守着爹娘的坟冢，也算是尽一片孝心。等平安到了，我会给莫言大哥去信报平安的。那至少也让我送你到吴兴吧。入儿还等着你呢，一来一回的时间太长了。莫言大哥，希望你以后能够好好的照顾入儿。
你放心，只要在我回纥，我绝对不会让任何一个人受委屈。那珍珠多谢莫言大哥了。送君千里，终须一别。珍珠不会忘记莫言大哥的恩情的。天色不早了，早些休息。夜晚冷，留着御寒。我看你年纪不比我长，可否叫我一声大哥？可汗身份如此尊贵，我怎么敢？哎，交友论亲，不论辈分。你这个兄弟，我莫言绰认定了，你可否愿意叫我一声大哥？莫言大哥。漫长等待牵挂的容颜，在你回眸间重叠，我丢失的语言，再也无法说分别。不想错过你所有时间，却总有遗憾沉淀。一生恋，苦与甜，为你成全了世界。这个是给我的吗？东郎喜欢吗？当然喜欢。我早已被你的皇室，被你所谓的天下和责任囚困得太久了，我累了。你口口声声地说爱我，可你不过是想在这样的爱中找到一份安宁罢了，但我却为此牺牲了我的安宁。愿为你去成全所有的岁月，为你成全。殿下，请你放手。你给不了我想要的生活，但是有人能给。浮生前，终须别，怎奈对你情深切。我爱你，不管是从前还是现在，都是真心的。东郎，我不想再离开你了。永远都不想再离开你。为你成全。
大唐皇帝令，为乾元元年岁次一卯，4月庚寅，禹西皇长子李处为宗室首祀，天意所属，兹客尊出诏，载机典礼，抚顺舆情，警告天地宗庙社稷，授以册宝，立为皇太子。大唐皇帝令，为乾元元年岁次一卯4月庚寅，禹西皇长子李处为宗室首祀，天意所属，兹客尊出诏，载机典礼，抚顺舆情，警告天地宗庙社稷，授以册宝，立为皇太子。正为东宫，以重万年之统，以凡四海之心。谢陛下恩典。李夫子是不是喝醉了？快看！又在偷懒，去，罚你到高夫子那儿，把这首诗抄20遍。是。孩子们，继续。中间小谢又轻发。高夫子，弃我去者，昨日之日不可留，是什么意思啊？弃我去者，昨日之日不可留。你这么好，我终究还是心软了。弃我去者，
昨日之日不可留，乱我心者，今日之日多烦忧。珍珠啊，师傅。珍珠啊，你随我来这发配之地也已半年有余了，每日陪我在此教书练字，不觉得烦闷吗？每日能跟着师傅吟诗作对，是多少人求也求不来的乐事。只可惜，为师如今乃是流放之人，衣食简陋，实在是无法善待于你啊。师傅不要这么说，当初徒儿旧伤复发，若不是师傅恰好路过救了我，我现在还不知道会怎么样呢。如今你的身体已经好得差不多了，不如早日回去故里吴兴，无需再留在这里过着清苦的日子了。师傅这是要赶我走？非是为师要赶你走啊，只是在这不远处，毕竟有安庆绪的驻地邺城。听说朝廷已经往邺城派兵，势必要开战呢。攻打安庆绪？不错，他如今是叛军的余孽，朝廷必然会集中火力将其消灭。我与安二哥从小一起长大，想不到如今他却成了这样。现如今这里局势动荡，又加上安庆绪的关系，你就是留在此也是无益啊。可是师父，你一个人在此地，我只要有酒有诗便有家，你啊不必牵挂于我，还是早日准备吧。此去吴兴只需经仇思岗山脉，绕过邺城，我想应该不会太久。只是这仇思岗山道盘错，为师又是戴罪之人，不能随行护你。这途中你可要多加小心啊。师父请放心，这半年我已将仇思岗的路行摸透了，不会有事的。好。这林子怎么绕来绕去的？每条道都一个样。独孤将军派我们前来探路，这已经过去1个时辰了，再找不到回邺城的方向，恐怕我们回去就要受军法处置了。这里山路复杂，我看我们还是找个当地人来问问路吧。那边有人影，走过去看看。撤！什么人？神神秘秘的。哎，这位小兄弟，去邺城的路怎么走啊？哎，你倒是知不知道路？快说呀！从这条路走，到了一个3岔路口向左转，然后再……哎，行，你说这么多，我们也记不住。我看你对这一带还挺熟的，这样吧，跟我们回趟营里，帮我们指个路，到时候好处少不了你的。各位军爷，我还在赶路呢。行了，少说废话，走吧。各位军爷，我还在赶路呢。各位军爷，劳烦小兄弟在此稍等。
敢问军爷，这是谁的军队啊？这可是当今太子和梁帝独孤将军亲自率领的军队，你帮我们带路，好处少不了你的。不行，我不能留在这儿。军爷，我还有急事，恐怕帮不了这个忙了。哎，独孤将军到。参见独孤将军。听说找到领路的人了。这个小兄弟对仇思刚很熟悉。行了，先下去吧。是。小兄弟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小人叫高月明。为何不转过身来说话？小人粗鄙，一生没有见过大世面，不敢瞻仰将军的容貌，还请将军恕罪。你别害怕，我们是奉旨征讨安氏逆贼的官兵。你认得路，可知道怎么从仇思刚绕路到邺城？回将军的话，邺城乃是叛军盘踞之地，小人从不敢靠近，怕是帮不了这个忙了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鬼鬼祟祟绕进群中有何目的？沈珍珠，小人是高月明，沈珍珠是何人？小人完全不知。你当我瞎吗？恐怕是将军的朋友，跟小人有几分相似吧。将军认错了。现在此处只有你我二人。我再问你一遍，你是谁？小人高月明。若是高月明，那自然最好了。但如果是什么别的人，千万不要忘了，云南蛊毒一旦侵入身体，可就再无灵药可救。小人记住了，小人高月明一定不是什么其他人，而且小人长居此地，从未去过其他地方，更不认识什么沈珍珠。请将军放心。太子殿下驾到。吁！殿下，怎么也来到先锋营？孤身为主帅，宜当身先士卒。那是何人？哦，我请来带路的，你可以下去了。是。殿下，不如进营帐休息吧。哎，怎么这么不小心？有殿下在，静瑶不担心。此地不适宜扎营，天色还早，能多走一些路，就多走一些。
你还有什么资格敢唤本王的名字？